哎，包子。哎，哎，女朋友啊？是的，很漂亮啊。漂亮吧？包总，这谁呀？给介绍介绍呗。我未婚妻。Hello。嗨。你没看见大家都在看你吗？哎，包总，你来了。哎呦，女朋友很漂亮。谢谢。我们先去那边聊好了。看见没有？大家都在看你呢。是在看你？看你呢。校花在哪？校花，那边，紫色衣服那个，短头发那个，还行吧？那你怎么不过去打招呼啊？嘿，嗨。大哥，对你好冷淡，看样子小曲的长名单里没有他。还真有。都过去的事儿了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郎新娘。而在这里，有对新人即将喜结连理。那么，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他们爱的誓言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认识，到今天可以结婚，一路走来真的经历了很多，很不容易。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，还有宠爱。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会陪伴在彼此的身边，不离不弃。老公，我爱你。老婆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陪伴你度过漫长的生活。我爱你。这孙子平时嬉皮笑脸的，感动了。用不着羡慕他们，过不了几天，站在上面的就是我们。我宣布，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婚礼，庄严肃穆，温馨甜蜜，太人间烟火。安迪心里涌动着数不清的感情，化作眼泪潸然而出。可包奕凡的这句话震动了安迪的心。原来，包奕凡这么期盼婚姻，他都已经想得这么长远了。可他有太多的秘密，太多的恐惧。假如包奕凡得知真相，会不会离他而去？在纽约，安迪曾刚强如铁，无懈可击；在上海，他已经化为凡人，全身软肋。真不是我说你，哎，你这办的什么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闹着玩呢。光我给的份子钱就够你办3回的了吧？我要是你，早离了。包子，你给我闭嘴啊！今儿什么日子？你坏就坏了这张嘴。开个玩笑，这叫低调，知道吗？啊，跟你似的，臭显摆。哎呀，我们这儿接了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看今儿这蜜不错呀。日子定了吗？拿下了没有啊？纯洁着呢。什么求不求婚的？说，天天哭着喊着要嫁给我，烦啊我都。吹牛，吹牛！哎，不信是吧？不信。我让你看，吹吧你就，这就能吹。哎，瞧好了，
回头把份子钱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我一起收了。看见没有？什么叫仙女下凡？嫂子好，嫂子好，真漂亮。哎呀，我看包子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横脾气，也就只有你能收服得了他了。对，一物降一物，嫂子好好管管他。他以后要是再敢闹出什么事情来呢，我们就直接去求嫂子你，对，是不是？找嫂子做主。Sorry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别走。什么情况？没搞定吧？你就吹吧，你还求婚呢？不舒服，我有病。你有样怎么的？回头咱请你啊。安迪，你说不舒服啊？安迪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刚才开的玩笑有点过了？没有啊。其实嫂子也没说错，至少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把我收了，对吧，主任？感觉气氛好尴尬。我给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你专心开车吧。安妮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特别的压抑？有吗？还有吗？你自己看看，都在脸上写着呢。哎，明媚、落寞、明媚，多好的对比！其实我是害怕。怕什么？结婚吗？谁都有这么一遭，又不是上刑场。我对你其实有所隐瞒，我的人生经历，我的身世。如果往事不堪回首，不说也罢，我不在乎。我们得活在当下，对吗？我在乎。看到刚才那场婚礼，我更加觉得，两个人面对爱情，应该更神圣、更真诚、更透明。我有点不理解了，你是对我不够真诚，还是不够透明？别瞎掰了，好吗？哎，你是已婚人士啊，还是在你心里头又藏了一个别的人？不可能，你藏不住，你对我一向坦白，还有什么要说？我的天才，把车靠边，靠边，把车停下来，会有危险。你听着，我接下来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实的。我的家人，除了我外公、我父亲，其他的都是精神病人。我妈、我弟弟，甚至还有我那个不知下落，可能已经去世的外婆，都是精神病人。
没关系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你也听着，我爱你。但是我有一肚子话想要问你。谢谢。你问还是我说？我问。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件事？因为我看到今天那场婚礼，其实我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表示谨慎并怀疑。上一次惨痛的恋爱经验告诉我，我最好单身到底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再恋爱。但是我又无法抗拒你的存在。本以为你对我并不会持久，所以没想跟你交代什么。但是今天这场婚礼，让我真的感觉到，你把我当作结婚对象了。你想要跟我天长地久，所以我更应该告诉你真相。我不可以结婚，对不起，让你镜花水月一场。不过我依然很谢谢你，带给了我那么多的美好。就这样。别动，推开我，谁来心疼你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误会你，我向你检讨。你反应正确，都是我的错。我错。我承认，我刚才的想法有些邪恶。我以为你并不爱我，所以在我表白心意的时候，你才用什么真相来搪塞我。就像我妈说的那样，你对我根本就没有感觉。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我脑子里面，让我猝不及防。我好失望。你怎么会是那样的一个女人呢？这不是所谓的真相，这是真的真相。我知道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怎么会单纯的那么多年一直等着我出现呢？我现在明白了。是啊，你之前一直在拒绝我，可是真相怎么了？别拿真相推开我，这几个月的感情你放不下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发病了，
我知道我会伤害你，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承受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在那天到来之前，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。可能在那之前，我会克服。当初是我死皮赖脸的，非要把你追到手的。就算将来发生了什么，不怪你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千万不要为了表白态度而让我离开你。相爱是我们在一起的唯一的理由。小关关呀，周末也要加班，累死了吧？我们这公司啊，真是女人当男人使，男人当牲口使，我真的马上就要崩溃了。来，关关，快一点坐下，工作了一天，你真的辛苦啦，我给你按按肩呀，按按肩呀。咦，你最好的。哎。樊姐呢？她呀，在工作，在忙一个什么线下的活动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上海巨大不易呀。这是什么？卡片？感谢卡片，还是你提醒了我呢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小生意。我呀，把我重要的客户都写了感谢卡片。我不光写了卡片，我还给他们准备了礼物。这杯子里面还有勺，差不多一套几10块钱，也不贵。还有这些感谢卡片，我打算送给我最重要的客户，怎么样？莹莹，你真的特别棒，这个月的销售额肯定能再创新高。真的？关关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我过得特别不开心，就是那种心上面好像蒙着一层阴云。无论你这一秒在做什么，只要你一停下来，就什么都不想做了。哎呀，不过我现在好了，你看，我很好。我现在只要一忙起来啊，我就能彻底忘了那个人了。莹莹，你真的别笑了，你笑起来的样子特别的苦。你才苦呢。莹莹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你怎么起来了？想跟你在一起。别担心，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，压力有点大。我压力也好大。不小
清楚把你挽留下来意味着什么，但别再说离开我。哎，我之前跟你讲过我爸妈离婚的事情吗？没有啊。之前是我爸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，我妈发现后发动所有亲戚去捉奸，一直闹到法院。为了分割那点财产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家是全城的大笑话。那他们后来为什么没有离婚？没离成，是因为我爸在法院宣判之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，不得不进医院治疗。我妈发现对他没了威胁，也就不再纠缠了。两个人一直将就到现在。干嘛跟我说这个？嗯？之所以和你说这些，就是想让你明白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我爸妈勾心斗角几十年，我们家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我不是不清楚，你说的那些对于我来讲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早就认定你了。相信我，不管好坏，我都有勇气去承担。想清楚了。想清楚了，连累你之类的客气话就不要再说了。我来承担你的一切。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. 什么情况？不是24小时不关机吗？哎呦，干嘛呢？欢欢呢？醒了吗？没呢，你起码半个小时以后再来找他。他现在就算被你吵醒，脑子也是不清楚的。那好吧，等他醒了，你告诉我找他。10万火急，10万火急，拜托。哎，王北川最近干什么呢？怎么，查岗了？不是，我刚才打电话给他关机，我担心他出轨。得了吧，他爱你还爱不过来呢，怎么有时间做那种事儿啊？可是他最近老喝酒。做生意嘛，男人不靠喝酒怎么拉拢感情啊？你们家王总算是肯吃苦的了，
早年间只有我爸那一辈才肯做那种喝了抠掉、奉陪到底的辛苦差事儿。去年过年送你爸回家，我在路边撞见他跟人应酬。你想，开了一天的车还肯这么做，就证明他是个实诚人，肯花力气做事儿。怎么，爱你爷爷没有人陪呀？喝进去再抠出来，嫌恶心啊？不是，这年头的钱可不好赚，没有家底儿只能拿命拼。你不是挺贤惠的吗？煲汤养养男人，别总要求他陪你、接送你什么的，人家赚钱也不容易。记得跟小关说啊。刚才那是曲筱绡吗？这么大早，她居然醒了。对呀，找关关说有急事。关关，曲筱绡找你。醒了吗？这么晚还没醒，我进去找他。有什么急事？我去看看。喂。关关小宝贝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呗。哎呀，你是喜欢音乐的人，你听音乐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有个知音啊。知音？是不是所有喜欢音乐人都这么想？像姐这种五音不全的人配喜欢听音乐的人听音乐会，是不是人家还未必待见？嗯。完了，姐豁出去2个耳朵，打扮的美美的去陪张医生听音乐会，人家还未必待见。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有呀。你现在最想要什么？听音乐用的。耳机啊。我就知道没有问错人。但是赵医生好像前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据说给自己买了一副还不错的耳机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方案不行。而且耳机也太便宜了，我得给他买点贵的，怎么也得花个5万8万什么的。哎，那就来个功放呀，最好还有一个影音厅，然后再有一个放映屏，那就太完美了。不过现在好多音乐都是直接从网上下载的，肯定还是耳机最实用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懂了，我拍赵医生马屁哦。谢啦。哎，你这么早把我叫起来，就是为了问这个呀？对呀，谁让我那么爱他呢？好的设备还得配好碟吧？我问一下我朋友好的设备在哪儿买，回头我再找你啊。接着睡吧，接着睡吧。哼，出息！那比你倒追赵医生强。我敢追，我还追得到，你行吗？你说这曲筱绡真的挺奇怪的哈，她这次跟赵医生闹别扭，看来真在意了啦。手别再颤抖，别再梦游，别再让泪随风掉落，就何敢再走，不留给以后，别躲在暴力的尽头。你该自由。
该快乐。你该走出荒漠。你该等我。既然爱就别放手，因为我在你的左右。那个，我就想跟你说，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以后有辆代步车之后，就能换上全套好的音响，再加几张好的碟，这样子上班的路上就不会觉得特别漫长和枯燥了。乖乖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在帮我个忙啊！看到好的 CD 呢，不需要替我考虑，果断帮我拿下。我先放5000块钱在你那里呀。不用不用，我就网购回来，你自己付钱就行了。你不会害怕我挑的不好吧？你跟赵医生品味一致，托你办的事儿，我绝对放心。那我先回去了。Andy， 这么早出门啊？今天要保镖吗？我可以哟。想做早餐，发现冰箱里又没有牛奶，又没有鸡蛋，去买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早？我刚才跟冯大姐正说起来，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回她老家，看到王总在路边抠酒的事儿呢。Andy 呀，你要作证哦，当时你也在场的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干嘛要提这件事儿啊？行了，我了解了。干嘛那么替他说话呀？那当然了，我现在跟王总可是合作关系，你做好王总的后勤，我这边手头也顺利呀，是吧？哎，等等我。小曲刚才说的是真的啊？是。那天晚上我跟小曲有点无聊，就出来，结果碰到王总，刚好他在吐。这样喝酒挺辛苦的，做生意不容易啊。国内这叫应酬。我应该想到他会跟客户这样应酬的，只是每天我们俩衣冠楚楚的约会，我都忘了他会有应酬这茬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喝多了，电话关机一直打不通，挺反常的。你们本来就住在一个城市，想见面随时都可以见啊。可是真的很担心，我怕他酒后出事儿，主要是怕他酒后驾车。他不会吧？我觉得他是个很自律的人，你不用太过担心了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我为他简直是操碎了心，他是我男朋友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一男一女从对面走过来，如果这个女的呢一直板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偶尔会训斥男的一遍，那就说明这两个人呢不是夫妻关系，就是接近夫妻关系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有时候我就这样啊？哦，呵呵，其实吧，王柏川挺好的，但是跟他越接近，越发现他毛病多。我恨不得1天之内就把他塑造成完美形象。你换成别人，谁会这么操心啊？哎呀，好吧，看他这么辛苦，这几天下班后就不出去折腾了，去他那儿给他做饭去。做一个烟火味十足的黄脸婆。走。啊，这么听起来的话，我最不合格了。那我得改一改。改什么改啊？女孩子就应该骄纵一点，骄纵不了几年了好吗？结婚生孩子以后啊，就只能当牛做马喽。
喂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美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这手机不知道怎么就关机了。哎呀，现在在外面，我来不及接你了。你这样，你打个车去上班啊。这两天你也太累了，太辛苦了。就不要挤地铁了啊！接什么接什么呀？你的车在楼下吗？哎呀，好尴尬呀！我车停在昨天晚上吃饭的地方。我一会儿要打电话给昨天晚上喝酒的人，我要找他们求真相、求回忆，我要问问他们，我手机怎么就关机了呢 ？Face 还在吗？丢没丢啊？Face 还在，我刚才数了，我这钱包里的钞票没多出来。哎呀，吐了，早上吐了一下，这胃里啊都空空如也的。我刚泡了一碗面，准备暖暖胃。行了，想想明天你想吃什么，我买回来去你家做。哎，谁想对付的啊？我可不会。真的啊，小美。哎呀，我太幸福了。我告诉你，小美，只要是你做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爱吃。我太幸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乖啦。哦，这么丰盛，之前给我好好补补嘛。来不及做，就出去买了一点，吃饭吧。行吧。这是牛肉粥。韦老爷，刚才秀妍院长来电话了，说有一帮人到福利院要把你弟弟接走。是什么人？是之前收养我弟弟，然后把他抛弃那家人吗？可不可以报警？不是那帮人，这帮人是一个男精神病患者的家属，挺潦倒的。他们说这个人是你弟弟的生父，非要把你弟弟接回去抚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人也是个精神病人，那他怎么抚养我弟弟？问题就在这儿呢。他们说让院长把你每个月交给福利院那1万块钱给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打听到的风声了，这不就上门认儿子来了？这1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能过上1个月不错的日子了啊。但秀妍院长倒是说了，说这个男精神病患者跟你弟弟确实有相像的地方，尤其是发病的时候，特征就是痴呆。难道我弟弟的病遗传不是来自我妈妈？这个事儿现在还真的不知道。不过如果是真的话，对于你来说倒是件好事儿，起码来说遗传概率要低得多了吧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反正我觉得从安全角度来说吧，你不适合直接跟他们接触，而且你出面也不方便，要不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你说的对，老爷，这件事情还真的要交给你来帮我处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他们2个是真的有血缘关系，我可以接受我弟弟被他们接走。可是既然我弟弟已经找到直系亲属了，我也可以不用再去负担这些抚养责任了，对吗？反正从法律角度来讲，应该说得过去。唉，这个事儿，他们肯定不是真心来找小明的。我当然知道，一个亲人在那么多年他都不去认，突然一下跑出来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要这样的话，我收回月供，他们不光1分钱也拿不到，甚至还要倒贴。这样的话，没几天他就想把我弟弟扔出来了。我可以忍心把我弟弟交给他们几天，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把我弟弟饿死吧。如果真的是要拼耐心的话，那我可以跟他赌一把。也只有这样了，只要你忍得住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觉得你最近别去福利院再去看他了。如果再碰上那帮人跟你要钱要什么的，主要是他们如果顺着你的线索再找到上海来，那真的你就避不开了。我明白，谢谢提醒。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正在去的路上，有事儿我随时告诉你啊。拜拜。怎么？我觉着
得赶紧把你弟弟接出来，我给他找个地方，找人专门照顾他，让他远离是非。我之前也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把他带大的秀媛院长人真的很好，我弟弟很依赖他，跟他在一起生活也很幸福，所以后来我就每个月给1万块钱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就算是给养老院做慈善。其实这个钱秀媛院长自己拿去用也没关系，没有他就没有我弟弟。主任，你的办法从理论上来讲没有任何问题，可你知道在农村1万块钱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帮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很有可能直到弄死你弟弟为止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全市每个月的工资平均3000左右，农村的收入不过1万2、3，你出手每个月1万块钱，让人疯狂啊！真的？当然了，我管理工厂那么多年，我手底下几千口子外来务工人员，我能不清楚吗？有些地方富庶点还好，有些地方穷山僻壤的，他们连买块香皂、买个牙膏都舍不得。1个月1万，那等于白来的，你让人怎么想啊？你跟老严生活那个圈子，每个月最穷的也得1万8千的吧？你们根本就不懂。要我说，不该把你弟弟放在那儿，1个月1万，足以说服院长让他出来专门照顾你弟弟。真的？能多说几个字吗？没见过你这么单纯的。你把地址给我，去一趟把人接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想看看你这弟弟和他那父亲的症状。不要了，这件事情交给老严，就让他处理吧。我不想你插手。我怕你父亲母亲知道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我单独去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我害怕。逃避，它不是办法。亲爱的，你还是让我去吧。毕竟事关你和你弟弟，我只有亲眼比对了你弟弟和他那个父亲，我心里才能踏实。总是这么猜，不是回事儿。这样，你跟老严说一声，我也把工厂的事儿安排一下，这就过去。我是在想，其实我弟弟在养老院，跟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，生活也很快乐。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打乱了他原本安宁的生活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。该打乱的已经打乱了，只有人过去才可以随机应变。再说了，那些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人。亲爱的，相信我，别想那么多。说这么半天了，还没给我 morning kiss 呢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很多事情，你说哪一件？心理障碍之类的玩意儿，对于生存来讲，那是奢侈品。如果我们想生活得好，就不能太在意那些。吃饭吧，要不然凉了。亲爱的，相信我，把这一切都交给我。喂。喂，改照，你忙完没有啊？没呢，不好意思啊，从昨天忙到今天，都没空跟你联系。太阳还手术呢，估计忙完得到很晚了。
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出车祸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人没事吧？有事儿你不也过不来吗？你不还要做手术呢吗？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人没事儿，就是车撞坏了，得送去维修。这2天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车开一下呀？行啊，那你现在能开车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是别人撞的我，又不是我撞的他。那这样，我待会儿打车过来，把你的车开走，顺便给你带好吃的 ，OK？ 行，你路上小心点啊。拜。喂，包总，打电话给女朋友的闺蜜那是忌讳哦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哦。哎呦，这回记住了。给你打电话呢，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我最近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不能陪在安迪身边了，希望你能帮我照看着点儿。安迪，他不需要帮助吧？要不然你明确指示我努力领会精神。指示倒不敢当，只是希望你能给我通个风，报个信儿。你也知道，安迪这个人独立，他最近遇到一些事情，我挺担心的。求你帮个忙，哪天给我知会一声他过得好不好？我真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的。不是我才请你帮忙的。这么宝贝呀，有古怪。行，这次就算是为了安迪，我就不敲你竹杠了。正好下午我要去医院找赵医生，顺便晚上跟安迪吃一个饭，帮你承担他的伤亡。感激涕零。再见。好好的，你说包总怎么那么关心安迪呀？安迪有这么脆弱吗？关心则乱，很正常。听上去好像很甜蜜的样子。那你呢？你乱不乱呀？你说哪方面啊？那方面。哪方面？那方面。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说不说？说乱不乱？啊，我呢不会那么乱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很科学，不会让你觉得很受束缚。科学更要真的命了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走了。我跟安妮约好了一起回去。行，路上小心啊！大家给我发微信。哦啦，你记得吃完哦。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我签几个文件，一会儿打给你。好吧。好了吗？怎么？查岗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我出发了啊！注意安全。我不要紧，我怕你突然想不开了，又不肯让我分担了，只是钻着牛角尖儿想着跟我分手，一个人逃到美国去。你告诉我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不会。不会最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拜托老谭这几天帮我照顾着，你只需要安心的工作，安心的休息，等我消息。喂，你怎么连老谭你也围追堵截？那这就没办法了。从一开始就是我追着你，想没点经验那是不现实的。下班了吧？开了。
对了，我一会儿约了小曲吃饭。哦，他电话打进来了，我不跟你说喽。嗯。Hello， 差不多了，你到了吗 ？OK， 那我下来。怎么样？我刚骗出来的。我准备给赵医生的车上装一套高级的车载音响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这车还不错啊，音响很差吗？我想给他装一套更好的呀。他每天上下班都愿意听音乐，我想要讨好他。爱一个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讨好他呢？你是不知道，安迪，我每天跟他在一起，其实压力好大哦。我总觉得我不能真的让他开心，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表面上把他逗乐了，可是他心里还是在嘲笑我没有文化。你放心吧，他早就习惯你没有文化了。嗷！我最烦你们这种文化人啊，总是嘴上涵养，心里鄙视。你个小包总，你们俩这种异地恋是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可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定力啊！反正我是不会相信，伟大的爱情是可以靠自觉来维持的。所以，我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我要把他绑在我身边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看得太紧，他反而会跑掉的。再相爱的两个人，也是需要彼此的个人空间的。哪个光棍过来的不想个人空间呀？但是他是我的人，既然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的个人空间就应该在一起，我就有权利看他的手机通讯录，看他短信，他也可以看我的呀，这样才是真的一对呀。你这样不累吗？不累。莹莹，莹莹，你来。那不是那什么秦吗？他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没准来买咖啡吧。再说了，就算他来不来都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他都有新女朋友了，两人都商量着要结婚了。那我估计呀，是那女的不好，想起你的好来了。臭男人，吃着碗里盯着锅里的。哼！医生跟他妈电话，你真的想得起来哎？你这样是在触碰他的底线。过度紧张导致动作变形。好啦，我就是紧张，我怕他妈不满意我。听音乐会、看话剧也是，我根本都听不懂，困得要死，恨不得拿2根牙签把眼睛撑起来。可是还得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。既然都那么痛苦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？不行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就要！我爱他，爱死他了，不痛快也愿意。那我就帮不了你了。你帮不上我忙，你只需要帮我保密就好。唉，我好爱他。其实我也真的很佩服你，敢说敢爱的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有跟哪个人说过“我爱你”这3个字呢。一遇到这种事情，就想逃避。怎么逃避？人生有些阵地不重要的，让出去就让出去了。可有些阵地，就像赵医生这种，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让。吃点东西吧，别想了。
给赵医生装音响去。我这么掏心掏肺的对他，就不信他不感动。他一定会感动的，我都感动了，加油！耶！4个1 2。4个2，5个2， 6个2， 6个2， 3个。肯定有，呵，我这都4个了。人来了。就这车呀？这车还改音响啊？你改音响比这车贵吧，姐姐？我就不愿改这种车，知道吧？特别无聊。这里边随便哪个车都比它值钱。闭嘴！低调，你懂吧？做隔音改音响，账单我来买，动作越快越好。还你来买单？干什么的呀？客户呀？开这车，客户干什么的呀？那么上心？当然不是客户了，我男朋友，能不伤心吗？医院那个，很帅。那当然了，人家很选他的。那么喜欢，为什么不给他换一台车？你又不是换不起。就是你给人家也换个豪车，让人家帅哥也风光风光。对啊，不换，宁可把买车的钱都花在改装音响上，也不换。他喜欢这个调调。给我倒杯酒。哎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什么叫玩什么？师傅，把灯灭了。哎，亲爱的，我也已经到岱山了，跟校园院长把情况了解了。你弟弟确实被人带走了，这家人现在拒绝校园院长探视。这孩子现在到底什么样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从当地找了一辆车，要不然我连夜去看看。老袁在不在你身边？这么晚去了一个陌生的村庄，很不安全的。大半夜的，我上哪儿找他去啊？你放心吧，我这儿有老客户，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可我还是不放心，要不你还是不要去了，回来吧。我人现在都已经在这儿了，我怎么着都得过去看看去吧。再说了，你不担心你弟弟现在什么状况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就说，我会说，我是来探望这些年慈善结对对象的，可以了吧？那你注意安全，你看看就好，不要有任何的动作。我看着办吧。我是很认真的跟你说，真的不要有任何动作。一旦惊动你的客户，就等于惊动你妈。以你妈的手腕，把这个事情扩大了，我没有办法面对。不是有那么严重吗？真的有。行，我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先征求你的意见，可以了吧？注意安全，拜。有空吗？看你好累的样子，陪我聊会儿。进来。
完了完了，安迪，我自称人事的毛病又犯了，你快救救我吧！还有这种病，没听过啊？这种病的典型就是找钱没本事，找茬一找一个准儿。我刚才看了应勤的朋友圈，他现在那个女朋友太贪了，要让应勤在房产证上写上他的名字，还要10万块钱的聘礼，全套的头面首饰。他怎么会在朋友圈发这个？不过本来也是相亲，没什么感情基础，婚前谈点条件也很正常。再说他看中那个女孩是一个处女的身份，总要付出点代价。可这也太贪了吧！照这个要求啊，结婚第2天就离婚，那1半的财产就打水漂了。现代人呢，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，什么做不出来啊？要是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，也是他为他自己的观念付出代价。人各有志，愿赌服输嘛。哎，也是。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？是不是挺婆婆妈妈的？但我就是觉得可惜，你知道吗？应勤那孩子本质挺好的，他怎么就不能跟小秋在一起呢？喂，你怎么样啊？什么？包总对你那么伤心，有没有想过要结婚啊？你知道的，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自己的身世又把人往外推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大城市的人不结婚也没什么，但是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做人呐，随大流最舒服，标新立异最累。要是迫不得已的标新立异，就更累了。你是做派强势的人，又有这么特殊的身世，作为朋友，我真的想奉劝你一句：该妥协的时候就妥协吧，不要做非主流，困死在自己的心结里。就算你能力再强，腰杆再硬，怎么想怎么做都可以。可是有一个可以真心依靠的人，有什么不好呢？行了，不打扰你了。我不送你了。喂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你到哪里了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把你弟弟接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遵守我之前的诺言。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意见呢？安迪，我保证你的意见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。你总是有理由，你总是有理由。你弟弟被关在一个生活棚里，所有的担心、我的恐惧、我的预感，我全部都告诉你了。你还是要这样？他不仅仅是你弟弟，他也……我真的会被你害死。看着一个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。校园院长，是我马上就到了，您别担心啊。这件事情不是交给老严去处理了吗？可是包子坚持要去，而且他看不得小明受苦，他把人给带出来了。如果你弟弟真的跟对方有血缘关系，你的确没有资格带走他，他更没有。可是对方明显是冲钱来的，如果我给他1次，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。我不是怕他要钱，我是怕我满足他之后，他们会对小明不放手，这样小明会过得更惨。所以我只能斩断经济，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，他们才能够把小明给放了。而且还怕别人把你挖出来，牵扯出你的身世，更是后患无穷。你冒不起这个险。你真的是最了解我的人。人现在既然已经带出去了，再送回去不现实。现在只能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安置起来，然后再通过法律手段争夺这个抚养权。对方虽然有你弟弟的生父在手，可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，而且经济条件状况也不允许，判给你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小明不能够在包子手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，把小明接到上海来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和包一凡抢人？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未必肯把人交给我，除非你不怕他跟你绝交。绝交就绝交，
他这个人总是爱自作主张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。老谭，我希望你不惜一切代价，帮我把我弟弟接到上海来。我们要不要相信小包总一次？毕竟他也是做事儿的人。这件事情，我只有交给你，我才信得过。我不相信任何人。而且，如果小明在包子手上的话，很有可能他妈妈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，到时候会没完没了，很难想象会扩大成什么地步。好吧，你别担心，我来处理。挂电话。安迪，去哪儿？安迪姐，你干嘛去啊？上班。不是，你上班穿一个拖鞋呀？啊，没事，我有事。安迪，你看我买了菜，我准备回去弄点面条吃。饿了吧？去我屋吃宵夜。对对对，我正好有几个英文单词公开请教你呢。走吧，特别好吃，真的，咱一块儿吃。拿回去。他人呢？那子儿待他很不好，我把这孩子给救回来了。在这儿呢啊！别怕别怕，我在这儿呢。孩子，你别怕，我在呢。对不起，这孩子跟我不熟，再加上他劲儿太大，我没办法才这么做的。那你们也不能这样，这样会把他吓坏的，知道吗？是，您说的对。学院院长那边肯定没发现我把这孩子给救出来了，一旦发现就会找到这儿来。劳您驾，找个地儿给洗漱一下，咱赶紧走。赶紧走！他这2天受了太多的惊吓，怎么能走呢？院长，秀媛姐，您是没看见他们怎么对待这爷俩的，把他们跟鸭子、鹅放在一块儿，他们跟畜生一样吗？我受不了这个。您放心，我会把这孩子给安置好的。我到这儿来就是想请您跟我走一趟。这孩子确实受了太多的委屈了，要去新的地方，他不能再受刺激了。